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书《转念的力量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赖佩霞，你可能听过他是一位身心灵导师，也是一位演员、老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用20多年的时间实践转念这件事。那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一句话：你改变不了世界，但你可以改变看世界的眼光。而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，真的深深体会到，原来改变念头不只是让情绪变好，而是能真正让我自由。什么是转念？先来说说转念是什么。转念不是要你忍下去装没事，也不是那种算了放过他吧的假平静。转念的意思是，当我们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念头、情绪、评断时，我们停下来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能让我们从情绪里跳出来，重新看见事实。作者提到，他用了美国心理学家 Byron Katie 的转念4问法，已经20多年了。那4个问题是：1. 这是真的吗？ 2. 我确定这是真的吗？ 3. 当我相信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？ 4. 如果我没有这个想法，我会是怎样的人？光是问自己这4个问题，你的思绪会慢慢从混乱中清晰出来。它不是洗脑，也不是正能量，而是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痛苦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造成的，而是我怎么想造成的。2. 故事1：从指责别人到看见自己。书里有一段让我印象超深。有一次，赖佩霞在直播结束后，转过身松口气说：“讲好久哦。”结果工作人员忘了关直播，整段都播了出去。他当下第一个反应是，他怎么这么不专业？但下一秒，他突然停下来，问自己：真的吗？是他不专业，还是我太掉以轻心？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，其实自己也有责任。他不是责怪自己，而是看清事实的真相。他说，如果我怪别人不专业，那我每天都会遇到不专业的人。但如果我让自己更专业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这段话真的让我很有感触，因为我们都常这样怪别人不够体贴，不够用心，不够快，不够懂我。但当我们愿意把焦点转回自己，问我能做什么，那一刻我们就从受害者变成了有力量的人。3. 故事2：从责怪到理解。他还提到一个例子，是他和金马影后谢盈萱的对话。盈萱问他，那如果一直反省自己，会不会变成一直责怪自己？赖佩霞回答，不，转念不是责怪自己，而是看清事实的真相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责怪是负面的，但觉察是中性的。当我愿意诚实地看见事实，我不是在否定自己，而是在学会理解。事情发生是因为当时的我只能那样做，那不代表我错，只代表我还在学。4. 转念不是逃避，而是清醒。很多人以为转念就是想开一点，其实差很多。想开常常是压抑情绪，但转念是把情绪看清楚。他举个例子说，有人觉得人不应该撒谎，听起来很对吧？可是
如果你带着这个信念生活，你会发现到哪都会受伤，因为这世界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善意的撒谎，可能是怕伤人，怕麻烦，怕冲突。所以当你执着人不应该撒谎这件事，你就会不断的失望。但如果你转念成人就是会撒谎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，你会发现那份愤怒就消失了，因为你开始看清事实，而不是对抗现实。这就是转念的力量，它不是要你变好人，而是让你看清真实。5. 本书感动我的一句话。赖佩霞说，事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慈悲。这句话真的太美了。我们以为的残酷事实，其实只是我们头脑的评断，而当我们愿意看见事实的本质，会发现它从来不残酷，它只是中性，只是存在。残酷的是我们的诠释。像他提到，有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公平、不尊重、不理解，当我们问自己，真的吗？他真的没有尊重我吗？也许事实是他有他的立场，他也有他的恐惧，或者也许他其实正在用他能做到的方式表达他关心的笨拙。当我愿意看到这层现实，我看待事情的心态也就柔软了。6. 从念头回到自己。整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痛苦不是来自外在，而是来自我们相信了某个念头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步步去觉察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痛苦的根源不是别人说了什么，而是你怎么想那句话。对方一句无心的话被你脑中自动加上，他是不是在瞧不起我？他是不是在批评我？结果整场戏都是自己在演。而转念就是让你喊 cut 的那一刻。当你说停，我再问一次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就从戏里出来了。7. 转念不是一蹴可及，而是一种生活练习。作者说，他用了20年才慢慢熟练。以前他生气可以生1个月，后来变成10天、5天、3天、1天，现在也许只要3分钟。所以转念不是马上变好，而是越来越快地回到平静。这是一辈子的功课，它像健身一样，你越练越强壮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原本让你暴怒的事，现在只是原来又是这个念头啊。8. 我读完后最大的改变。在读完《转念的力量》之后，我最大的改变是，我开始更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以前我一不顺心就指向别人，现在我会先问，我是不是又相信了某个念头？当我这样问，心就柔软下来。我开始愿意看见事情的另一面，也更愿意原谅别人，也原谅自己。转念让我懂得一件事，当我愿意改变想法，世界就变得更宽。在最后，如果你最近也觉得人生卡关，如果你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受伤，或者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被爱，那我真的很推荐你读《转念的力量》。它不是鸡汤，而是一面镜子，它让你看到那些你以为改不了的痛，其实只是念头的影子。最后，我想用书里的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没有风浪，而是心里能安静地看着浪来又去。愿我们都能学会让念头流过，让自己自由。